震，三魂收气魄。火烛点点，铃声阵阵，口念神诀，火焰森森，一张黄符燃水中。爱情山体上身，万如海，海水起波澜，浪生云，云生阴，海将童子，海将我，一击令人一气，怒势烧飞家乡。道人一阵法术再起，尸体全部起身，黄符贴上额头，正是湘西赶尸秘术。而此时一户人家正在祭奠亡者，听到赶尸人的声音，立马回避一旁，阴风阵阵而起。赶尸人离开，几人回到灵堂，却在地上发现血迹，打开棺材，全都惊吓离开。10年之后，小镇之上，两伙贼人正在秘密交易，警察老三突然出现，直接硬刚住人，一套连招下来，众小弟被打翻在地，待要追逐车辆，却发现来人乘车而去。老三迅速上前，直接飞身上车。老三只能飞身落地，眼看盗窃器官的匪徒扬长而去。学校里女生惊恐不已，却原来是教授放的赶尸人影视资料。您真的见过赶尸人吗？是您只是听说的？教授也只是听说过赶尸人，并没见过，于是决定带几个学生到湘西一个村落一探究竟。老三作为司机，带着几人来到深山。深夜已至，几人打算在一个茅草屋暂住一晚。可是从此刻开始，奇怪的事情不断发生。还没等车停稳，只见屋内一个黑影飘过，几人并没有发现，进屋准备休息。此时帽子哥出去，却看见不远处一行白影缓缓靠近，吓得他赶紧进屋。几人赶忙躲在门后观看，直到他们走近才发现来者是人。在得知他们也是去落花寨时，就邀请他们进屋。深夜，当大家都睡着后，而此时女鬼已不见踪影，男人头发却被剃掉一块，鬼剃头，吓得几人赶紧往外跑，没成想却和女鬼撞个正着。所有人赶紧逃命。天亮后，几人终于到了落花寨，他们刚到一间祠堂，鬼。男人嘴歪眼斜，说的煞有其事，几人不由心里发毛。没过多久，一位老者走出，正是当地保长。秦教授连忙说明自己来意，保长赶紧热情招待。原来寨子很久之前是赶尸寨，寨里有一大祠堂，每当有人去世，便改成灵堂。秦教授想去看看，保长却说寨子里有忌讳，晚上不出门，如果想看，可以等明天的祭祀活动。有鬼！保长夫人出现，说灵堂里的尸体机关凭空消失，从此灵堂再无守夜人。此时学生注意到屋子里的白袍，保长夫人说，要是晚上有急事出门，就会穿这种白袍。据说穿上以后，牛鬼蛇神都会绕着走。晚些时候，队伍中三七消失，几人想出去找找，而秦教授在得知三七失踪后，略加思索，叮嘱大家留在寨子里，明天天亮再找。而几人总觉得老秦鬼鬼祟祟，他们走的时候留个心眼儿，回头却看见保长正在和老秦小声商量着什么。次日祭祀大典举行，保长带着老秦他们前去参观。保长说找到三七，但是没办法送回来。老秦一听也急了，什么情况这是？活人祭天，祈福人间。几人看见三七被绑在木架上，被这帮村民直接当成了祭品。眼看着众人要点火，突然现场顿时大乱，几人赶紧出手，老三更是一马当先。神秘女子茉莉也杀到祭台，闪转腾挪之间，身法凌厉。几人总算将三七救了下来。原来女人的姐姐当年也是被村民当成祭品烧死，而爹娘为了救女儿，也被活活打死，所以她从小就发誓要报仇。保长眼看自己死到临头，便开始求饶，说自己是听信了那个老巫婆的鬼话。当年保长发现停在祠堂里的尸体，心肝肺都不见了，而老巫婆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，说寨子里有人得罪了食人鬼魔，如果想安然无恙的话，就必须听他的话，抓人献祭。保长一时糊涂，竟然信了。为了赎罪，他答应会帮忙调查所谓的食人鬼魔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没过多久，三七也醒了过来，原来晚上三七被人抓走迷晕，而在醒来的时候却是白衣人的首领。男人上来就要行不轨之事，却被三七一瓶子砸到头上。男人恼火，直接要拿三七祭祀。而老秦他们开始遇到的女鬼正是茉莉假扮，他当时就发现那些白衣人不对劲。茉莉提醒大家，这帮人一看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，不能贸然行动。老三也赞同先静观其变，而白衣人首领小胡子这里也准备对付这帮学生。深夜文文看见保长带着2个人出去，直接准备跟上去。不告诉你了吗？这里要毕业的，要不懂毕业遭大宰的。文文没听他的，悄悄跟了上去，一路追着来到了祠堂，很快便一脸惊恐跑了回来，找到秦教授等人，说祠堂里有人赶尸。闻听此言，他们连忙前去查看情况，可到了那里，却发现只有保长一个人在烧香磕头，根本没有文文所说的赶尸人。保长说寨子里的二傻子得了疾病，没抢救过来，人已经走了。
因为二傻子没有家人，所以只有保长在这儿上香。老三想去查看二傻子尸体，保长却说二傻子得了肺痨。老三可是不信这套，硬要开棺查验，而且在棺材旁看到新鲜血迹。保长以死人为大为由拒绝开棺，老三硬要动手，几人趁此推翻棺材。老三上前查看尸体，发现他的器官被人切除了，刀头很利索，一看就是专业人士所为。老三很快明白，哪有什么食人鬼魔，是倒卖人体器官的胡子他们假装赶尸人，实则是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，好在祠堂进行手术。而国外有个组织一直在做人体器官移植实验，所以在到处收购人体器官。看来胡子就是他们的卖家之一。文文刚才看到的其实就是他们，只不过大家赶来的时候，胡子等人已经走了。老三瞬时智商在线，一股脑把真相说了出来。老三要独自行动，独自面对小胡子他们。突然，为什么你们要出现在这里？保长狞笑几声，按下机关，用铁笼关押了几人。等他们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绳子吊了起来。三七正躺在前面的手术台上，搞了半天，保长也是贩卖器官的人，眼看着三七又要惨遭毒手，魔力再次出现，成功打断了保长的计划，双方立马陷入僵持。事到如今，保长也不装了，说当年之所以要烧死他姐姐，是因为他发现了祠堂的秘密，所以必须要杀人灭口。老三这时候也说自己早就怀疑保长不对劲，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沉得住气。保长却反驳老三不可能发现，而茉莉趁此时间出手。茉莉赶紧将几人救了下来。老三决定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，以免村民们受到蒙害。茉莉拿出自己的银簪子，说有一个叫圣姑的人，那是自己的师傅，他可以帮助大家。就这样，几人兵分两路展开行动。四人小组来到圣姑这里，将银色蛇簪交给了圣姑，而小胡子则带着人跑路。谁知在路上，生人回避，亡者上路，生人回避。小胡子以为是老三他们假扮的，准备直接对付他们。他哪里知道对方可是真的赶尸人。小胡子让手下动手，老三和茉莉正好赶来。老三掏出自己的警官证，一言不合自然开干。关键时刻，圣姑赶来救场，小蛇直接缠住纹身男的脖子，当场将其勒倒。茉莉看着一帮村民向他们揭发了事情的真相，大家这才知道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。赶尸人不想掺和这种事，带着自己的尸体离开了。次日，警察们纷纷造访，将胡子一行人依法逮捕。可是谁都没有想到，警察署署长竟然跟他们是一伙的。胡子等人很快就要被他们偷偷释放，幸好老三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及时前来阻止。胡子愣了一下，突然看到署长手里握着一把沾血的刀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不是来放人的，而是来灭口的。眼看事情瞒不住了，署长也不装了，打算先弄死老三，再处理胡子。老三被偷袭，手里的枪飞到了胡子面前，一时之间落了下风。不过他铁了心要同归于尽，挨了10几刀，依然死拉着署长不放。就在这时，后方的胡子捡起枪射杀了署长。胡子带着大家出来闯荡，结果误入歧途，被人利用，整天胡作非为。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没气死，所以归根到底，胡子只是在报仇罢了。胡子最终自杀，秦教授继续上课，而茉莉则选择了浪迹天涯。